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那么我的休假结束了，那么也要开始之前我们一直进行的直播，还有这个周末的一些复盘了，一些正常的这些节目。那么今天是休假之后的第一场直播，我们计划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只有30分钟直播。那么欢迎你好，苏珊，谢谢。那么大家现在可以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你们要提问的股票的名字、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标普。今天受到 CPI 数据的一个刺激，现在又新高了，6428.75，6428.75是这个突破了前面这个7月31号这个高点，又出现新高了。那么我在周末跟会员朋友们做这个周末复盘的时候说过，它这个快速下跌之后的一个修复，那么大周期上它又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先看一眼大周期，因为它这个突破在大周期上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大周期上这个顶分型又没有了，8月份顶分型又没有了，注意这一点。现在这个顶分型又被破坏了，就之前是有可能出现的，现在是8月份肯定是不能出现了。那么要想出现顶分型，那就等待9月份。如果说9月份跟8月份是一个包含关系，那就等到10月份。所以说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么这个顶分型没有了，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周线上也是一样，这个顶分型也没有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延续。所以说在大周期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日线上就是看，简单的就是说，从4835这个起涨点，这是进入段，这是 A 中枢，现在是走 B 中枢，对吧？ B 中枢的内部现在只有一个中枢，在小 B 中枢里面，就是模型是这样，这是小 B 段，这是小 A 段，现在它在走这一段，它的内部现在只有一个中枢，也就是这个。但是呢，现在这个离开段跟这个进入段比较，这个有点弱。如果说这个离开段力度不够强的话，就会很容易被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就其实就是继续这个1小时这个小中枢震荡。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的其实就是1小时这个中枢，对吧？当下的价格跟这个1小时中枢的位置，在中枢上方还是在中枢下方，还是在中枢内部？那么这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就用中枢震荡的策略就好了。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然后现在看大家，先看 Susan 朋友问的这个提问。这个 Paulo， 我记得苏珊朋友应该提问过哦，或者说比较关注这只，这是做这个应该是做电子安全的吧，或者说做网络安全的这么一家公司。之前也是就说应该是有一阵儿，我记得你问的时候是佩洛西，也就是国会议员嘛，她老公操作这个公司好像赚了不少钱。然后当时那都是去年某一个位置了，对吧？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这是我们之前画的，这家公司应该是出现了分拆股，所以说这个图形的价格出现了变化，比如说出现了1拆2啊、1拆3那种情况，所以说它的价格现在是跟我们之前画的图形又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它的大周期。把这个图形纠正一下。那么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它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一个领导地位，就是说，应该是龙头，这个企业应该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它之前好像也是出过，好像美国的一些机场也是用他们家的这个软件，好像之前不是出了一个事故吗？
说是他们软件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飞机停飞，就是因为他们软件造成的，造成了当时一个股价下跌，对吧？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出现这个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他们的软件应该很难。一般像这种大的公司，一旦用这种网络安全软件的话，它是比较难替换掉的，对吧？一旦用了之后都是长期用，所以说他们领导地位很难被替换掉。那么在大周期上，我们看这个月线，从这个最低点这里，这是6.5，这肯定是经过复权呢，或者经过分拆之后的价格。那么无论怎样，我们就看现在的价格。那么它是一个1、2、3、4、5，就是说它在月线上走的是第5笔或第5浪，对吧？但是呢，月线上这个第5浪明显是相对的比较纠结的。你想现在开仓的话，在月线上是找不到好位置的，你除非是月线上从这个起涨点给你一个稍微大点的回撤，比如说回撤到382啊、0.5啊、618的时候，在大周期上可以简单的这么测一下。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第5段，这一段的内部，看一下它的走的非常纠结。那么在周线上的话，这里有过1次回落、2次回落，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我们可以把它周线上简单的快速画一下，因为它的周线上并不复杂。所以说它现在应该是在围绕周线的这个大中枢在这里震的。我们看一下，这里有过一次回荡。如果说它要把周线这个大中枢，震的特别大之后的话，也可以出现一个变化。你看它周线这个中枢，一旦画出中枢来之后，就很清晰了。这是周线它这个大中枢，看到没有？一直在这个中枢内部，一直在这震。现在又有可能要回到这个回撤这一笔，现在还不够一笔。那么这个非常好的就是这个有一个120均线，120均线如果说能踩一脚这个的话，你还是可以买的，因为这个中枢有一个中枢中轨，我把它加上，它刚好是在这个中枢中轨附近，看到没有？120均线、120周均线跟中枢中轨几乎在同一个位置，也就是160附近。如果说它能够踩到160附近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开仓。那么，你说那个机场的混乱那是那个 CRWD 是吧？哦，那我可能记错了，反正也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CRWD 跟这个PANW 他们俩应该是相互竞争的这2家公司，我是有这么一个印象。但是呢，针对这家公司，如果说你想进的话，那么如果说能回到160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买一点，先建仓，看它能不能够把这个中枢震大，比如震到9段的话也可以。那么前面都变成进入段，可以继续往上走。整体来讲，月线上这个你没有办法判断月线上这一笔结束，虽然说月线上也是第5笔。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最高点210这里断开的话，以这个最高点如果断开的话，前面这里如果说结束的话，那么这里踩到120弹一次，这个就比较关键了。如果说弹一次不能够再次突破210，比如说弹到0.382、0.5或者0.618某一个位置受阻之后，如果是快速杀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反向走势，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我们刚才说那个月线的大周期回落那一笔。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你可以大仓位往里进的。我们再看一下月线上，我刚才从周线上推演，也就是说周线上刚刚那种推演，如果说能够再次回到这些位置的话，那么这些位置你可以仓位大一点，对吧？那么它怎么样回到这些位置呢？就是在周线上先回撤一笔，之后会给你一笔反弹，这个反弹是比较关键，比较注意。如果说反弹很弱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先建仓，然后弹一次之后先卖，卖完之后，如果说这个快速杀下来，那你就要等一等了。如果说只是一个3笔的盘整背驰，构造完了这个月上一笔也可以，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再买。如果说是一种不背驰的这种，那你就要等到第5段的时候再买。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大的策略，你利用这种。但是现在的话，我不建议你进，现在只是回到这里面呢，明显是在上一周吧，7月28号这周可能是什么事件的一个驱动，有可能是财报啦，有可能是其他事件的一个驱动，出现了一个大的调控缺口杀下来，
这个现在没有被消化。你现在能做的，如果说想进场做它的话，现在也可以做一个偏短的周期，比如说日线的，因为它这个周期，你看它这里已经有三四根 K 线，它的内部小周期上肯定有中枢了，然后这里又打了一个低点，明显是一个破底弯回来的，所以说就今天进场也可以。那么就是先做一个短线，看它能不能够弹到这个120天，185附近吧。如果说能够弹到这个位置，你先卖，因为这是一个日线的二卖。再看它下来是不是做一个3段的一个背驰，那么这个位置再买回来，然后再看它一次弹。如果说反向中枢出现了，那么它可以快速往上杀，做2个中枢出来，对吧？所以说我们一直讲的缠论就是一个分段交易的办法。那么它这段下跌结束了，那么你现在就要做上涨这一段，上涨这一段，这个没有力度了，那你就开始要做下跌这一段。所以就一转一转做，那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做一个日线的这笔反弹的，但是要注意，到了这些位置之后要出来先。如果说力度不够强的一个反弹，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下。如果说只能到 0.382， 对吧？那 0.5 的话，刚好是这个120天和200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你看这个裸 K 的话也是，它很少跌破这些均线，你看到没有？之前120天这里。正好踩在120天，200天，刚好踩在200天这个位置。所以一旦跌破这种，为什么一直看120天和200天这2个均线呢？因为这是120天是半年线，200天是年线，就相当于半年之内买的人的价格持有成本，这是200天就是1年之内买的人的持有成本。如果说他们这种中长期的人跌破之后都开始不再买回来，说明他们半年到1年之内，他们并不看好它，所以说一旦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它会，因为它前面是被套牢了呀，对吧？快速下杀的时候没有出来，那么一旦反弹到了他们的成本价的位置，肯定他们是要卖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这2根均线的原因。好的，这就是这个 PANW。我们再看这个Phil 陈朋友问的 MicroStrategy。MicroStrategy 的话，它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类似带杠杆的，好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带杠杆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标的来玩，对吧？因为他们就是他的 CEO 或者现在是董事会主席，这家伙也挺有意思，非常活跃在这个 Twitter 上，还有各大媒体上。那么他们是现在是就好多公司学他们的这个策略，对吧？发债买这个比特币或者买以太币，但是呢，他们的比特币持有量是全球最大的。现在他们的持有量是就个人的，就是公司持有量他们是最大的。那么还一直在购买中，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但是呢，这段时间它的活跃度并不高，这个股票。那我们看它的这个图形上，在大周期上，其实在这之前，它都没有用这种策略买比特币，把它的资产负债表全换成比特币，那么是从这个位置开始买的，对吧？那么现在大周期上，这里是起涨点在这个13.26，这是它的起涨点。那么这里其实有过一次月线的一个回落，但是呢，因为我们按照缠论的话，这个月线回落它是有包含关系的，有3根 K 线都有包含关系，但是其实不影响你的划分。你在这里其实应该要给它画成一个，我看我这里有没有画？月线上这里其实有一个大周期的一个回落的，就是这个23.51，其实是下面这个中枢的，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就是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其实还是一个3买。那么如果说你从13.26测它的话，你看它的这个回落没有跌破 0.618， 对吧？并没有跌破 0.618， 所以说并没有破坏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大周期的原因，就是要从大周期里面找它的这个整体的方向是不是在盘旋上升的过程中，对吧？我们要的是这种票，而不是说它一直在这个横盘震荡。最好是它这个中枢就是它这个重心在慢慢往上走，
这种股票是说明它的这个动能还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现在在这个月线上看的话，从231.5上涨到457，就这一段也够比了，月线上已经够比了。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段要不要延续嘛，对吧？它延续我就赚钱，它不延续，你做多就亏钱，这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那是否要看它延续的话，要看它的次级别。现在这个月线上现在已经有顶分型了，这个是有顶分型已经出现，但是顶分型出现并不代表一定要跌回来一笔，它也可以是一个中继顶分型继续延续。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小周期的原因，因为在大周期上看的不够精细，我们需要加大这个显微镜的度数。那么在周线上现在没有，这里有过回落，但是呢都不够比呀，所以说在周线上还是一笔上涨。周线上从231到457还是一笔，所以说没有结构。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就有结构了，我们就专注于231这个起涨点，看一下231右侧这些，对吧？我们现在只关注的是231右侧这些，左侧可以不看。那么从这个结构，把它这个后面的结构给它补一下。这个还是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呢，这个高点回落也不够，所以说第一笔就画到这里了，然后是这样。那么现在这个结构一画出来，你就比较清楚了。你看它这个结构就比较清晰了。这里有一个日线的一个中枢，然后从这个起涨点231是一个3笔作为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震。前3笔中枢前3笔构成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又回来了，现在又弹上去。那么其实这个弹上去跟我刚才讲的那个 PNW 很类似了，就是说这个反弹没有力度，你发现没有？现在如果说我们再测一下它弹到了什么位置，在昨天刚好是顶到了这个 0.5 的位置，看到没有？在昨天，那么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日的顶分型，这个结构。小周期上，我们看它的小周期，这里有一个小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所以说这个结构相对已经饱满，比较它尤其这笔反弹是偏弱的。所以我要是你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我今天肯定要减一点。如果说你在下面，它回到这个中枢内部这个附近有近短差的这个操作的话，这个位置今天我建议减一减。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它完全是可以从457断开，然后这里给你走反向，对吧？你要买回来，可以在这个位置买回来。如果说跌的太猛的话，不背驰，那可能要在这个位置买回来。所以说，但是呢，你要留一点底仓。这个毕竟它的整体的基本面，如果说你看好比特币的话，那你没有理由不看好这个 MicroStrategy， 对吧？所以说留一点底仓，防止它又变成了一个中继，继续往上走，再次打一个新高也可以。所以我们操作，我一直讲的是3个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如果说你的技术操作分析不够到位，操作这个没操作好，但是呢，你不是全仓进出的，即使是你的技术面没操作好，那么你比如说卖飞了，但是呢手里还有底仓，它这个基本面是向好的，那么长期是向上的。即使你没操作好，你手里有底仓，你拿着是不会慌的，因为你看好一家公司，它在上涨中你没有票，你是会这个往往是就是踏空的那种感觉，反而其实会更慌。那么如果说一旦说它涨得很猛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你手里又没有，你很有可能是追在最高点，或者说追在相对高的位置，然后回撤的时候你又拿不住，然后可能搁在下面。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变得会非常差。所以说我一直建议的是，长期看好的票不要全仓进出，对吧？你想打短差的话，就拿出一些仓位来做短差，然后这样的话慢慢把成本降下来。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拿得住，你才能吃得到，就是大周期大上涨带来的这个利润，对吧？如果说你长期看好它，一直从下面跟上来的话，下面是10几块钱，10几块钱涨到500多。你说谁能够在10几块钱的时候预测到它能涨到500多呢？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所以说你怎么样能吃到这么大的一个上涨呢？
只有手里有仓位才可以。慢慢的降成本，把成本降低，你才能拿。因为你成本够低之后，你就不会再在意每天这个几个点的这个波动，你是能够承受得住的，对吧？它一天跌10%，你的成本很低的话，你也无所谓的，毕竟是不亏钱。你一旦不亏钱的时候，你持有的这个心态会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对我们长期想在市场里操作、想长期盈利的话，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的持仓成本。要多关注成本，而不要多关注很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消息，那些消息随时都可以变相。好的，这是这个MSTR， 然后再看这个叫Game Meta 朋友问的 LEU。这是一个跟能源相关的一家公司，我们之前是从来没有分析过的。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哦，它是我看一下，它也是比较老牌的，99年就有图形了，然后在下面横了好长时间，对吧？横了好长时间之后，然后开始在这个位置开始突破。我们看一下它在这个突破的最低点1块钱的时候开始往上走。然后在下面开始做了一个平台，这里做了一个平台。这个现在的周期是周线上，我们看一下月线上这个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月线上的话，我们把这个这个均线取消，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图形。这里，这里刚好做了一个月的大中枢，做的这个图形走的很那什么呀？图形，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这种图形就是我们如果用缠论的话，交易这种图形是最美的，对吧？在这里，爬上来了，进入段，慢慢往上爬，全部都是进入段，然后荡了2次做中枢，因为这个周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空间，我们看它的这个震荡空间有多大？50%以上的一个空间，对吧？如果说你非常看好这家公司，慢慢跟踪上来的话，那么这种震荡空间，你的成本早就是0了，或者说甚至是负数，对吧？它这样从现在从40左右的一个成本区间涨到200多，那么这个利润全部在走离开段，也就是说，它现在所有的这些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走的离开段，33.51，再走这个大中枢的离开段，所有的这些。虽然说这里也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呢，因为它这里这3根 K 线不够比，所以说其实是1比，但是在次级别上肯定是有一个2买的，在周线上肯定是有一个2买。我们把这个我们要分析的这段给它关注一下。那么在这个月线上的话，它是没有背驰的，首先这段跟前面这个进入段它是没有背驰的，我们目测也知道这个空间大是没有背驰的。那么它可能在上面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出来，这是 A。再做一个大中枢出来之后，可能再来个高点，才有可能结束这波的上涨。所以说，你就看吧，在大周期上，通过在月上这么的分析，你对这只股票的之后的一个走势大概情况已经知道了，你该等待什么已经知道了，而不是盲目的等待。就是缠论给到我们的。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月上高量的这段，也就是我现在圈出来这个，那么从这个起涨点33.51，它是有过2次回落的，你发现没有？它是在这个。在下面这个大中枢上面做了2次回落，所以说这2次回落又构成了一个小中枢。那么在周线上，它又有进入段又有离开段，在周线上这个小 B 段跟小 A 段一比较，也没有背驰，这就是同构了。你会发现周线上的结构跟这个月线上结构一样的，这就是出现了这个结构的同构性。那么小 B 段也是在走离开段，周线上也是在走离开段的，就是小 B 段。那么月线上也是在走小 B 段，这就同构了。为什么它这么强呢？因为它走的都是小 B 段。小 B 段在我们那个一直，我跟大家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就是小 B 段类似波浪里面的3浪。波浪里面的3浪就是走势最强的一段。那么小 B 段在缠论里面也是走势最强的，就是单边段。为什么这么强呢？单边段。所以说这就是你这个通过一段分析之后，为什么走这么强呢？那么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周线上这个小 B 段有没有结束嘛，对吧？因为它没有背驰，它跟这个进入段比较是没有背驰的，但是呢，它的内部如果说已经很饱满了，它也是可以出现回落的。回落之后，你一比较是0.382、0.5还是0.118，回不来还是3买，还可以往上走。
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什么时候在这里能够在周线上再做出来一个中枢，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级别它的内部就饱满了，也就是说在周线上这段可以结束了。那么这段是什么呢？这段全部都是月线上那个小 B 段，所以说呀，就是你利用曲线套层层降低周期来定位到你要关注的那段。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曲线套又到了这个日线上了，日线上这个结构，你看它全是小阳线，走的全是小阳线，小阳线。你如果说跟不住，拿不住片的话，你根本吃不到后面这些。那么从这个起涨点，我们看这里是有过回落，但是不是很明显，我们就不管它。这里有过一次回落，然后这里又有回落，然后再次，但是因为这4根 K 线破坏掉了，所以说我们就把它一笔画到这里。那么这就是它这个日线上的一个结构，一个五浪，1、2、3、4、5，对吧？那么我们先比较一下3和5的一个空间，目测的话差不多，有可能是一个等比例之类的一个位置，还没到，快到等比例272，对吧？这个5明显是没有这个3走的这么强。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测量这个空间呢？我们的逻辑就是第3笔或者第3浪走了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落，我们测一下这个回落有多大，28%的一个回落，也就是说前面的走势这么强，都出现了一个28%的回落。那么后面这里到了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272附近，我们也同样的认为，或者说这个期待它也可能出现一个28%左右的一个回落，这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扩展器来测等比例位置的一个背后的逻辑。那么如果说它没到这个等比例，因为到了这个位置都有可能出现28%左右的一个回落，没到的话就更有可能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第5段现在是偏弱的。那么这个第5段我们可以再精细到第5段，也就是日线的第5段。那么在这个日线上结构，我们简单看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那么在它的1小时上，肯定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现在这个中枢还没有被破坏掉。想要破坏一个中枢，必须要出现什么呢？要出现3买和3卖。在没有出现3买和3卖之前，它就是维持中枢震荡。所以说你要关注的或者你能做的，其实就是先做这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震荡就好了。我们把这些给它圈出来，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看到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在这里。所以说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它现在这前面3段已经构成中枢了。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是踩到这里也可以，那这个中枢就在这里，因为它是可以这样1、2、3、4、5，然后这个虽然说有反弹，但是不够。直接就一笔就到这里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又回到中枢里面来了，看到没有？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先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买一买，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卖一卖，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策略。但是现在它这个虽然说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但是这个 MACD 一定得跟上来，就是这个 MACD 的张口要张得大一点的，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中轨的位置，那么它也是可以，你要防止一种情况什么呢？防止一种从这个264.9这个最高点断开的话，它也是可以出现2次反弹，然后做了一个反向中枢之后，快速往下杀。就是如果说你在下面这个位置已经进了机动仓的话，比如说215附近进了的话，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应该把这个机动仓卖掉，因为它刚刚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刚好是受到这个中枢下沿的一个压力，对吧？因为这个中枢区间就是所谓的多空争夺的这个区间，价格区间，就到了这个位置它是有压力的。那么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到这个中枢中轨也可以，对吧？因为中枢的这个中轨是我们用来判断多空强弱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它到了中轨，甚至是不到中轨就弱了，所谓弱就是它的内部结构要饱满。现在看的话，现在这个虽然说它下面有一个小中枢，这里面肯定5分钟或1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小中枢，那么有一个小离开。现在这个离开的话，今天有点偏弱。如果说在收盘之前能够继续往上冲一冲的话，你就拿到这个236附近这个中枢中轨这里，然后先也可以卖掉，就把下面这里进的机动仓可以卖掉，等待它是不是要出现2次反弹之后再给你下来。
因为它现在明显是有这么一个你可以用这个趋势线，也可以画一个这个压力位，对吧？现在并没有很有强势的突破这么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线，这明显有一个趋势线在这里，所以说必定要有力度，我们看不到力度现在，所以说如果说这里你不卖的话，那就有可能走反向，这里已经有一个反向中枢了，对吧？那么它完全是可以走反向，再次打一个低点，把这个小低点打掉，看它这样的话结构就饱满一点了。所谓结构饱满，就是进入段也有，中枢构成也有，离开也有，对吧？如果说这个离开不背驰，那你就要等2个中枢了。所以说为什么你这个位置要减，就是在这里，这是一个这个中枢的这个结构点。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分析这么多了。现在已经是美东时间12点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